不平静的山区。我是1949年端午节回到家里，这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节日，而我们的家乡却混乱不堪。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都已陆续转移台湾，只剩下一些地方零星部队，群龙无首。解放军的大部队还没进入湖南，但中共已派来县长，各县已成立武装工作队，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土匪出没于山区，入村庄，把路口抢劫百姓的财物。人们给他取了个名，叫黑军。红军、白军、黑军之间，你想吃掉我，我也想吞掉你。往来的角逐，但没见大的战斗。村里的老百姓，不管红白黑军来了，都得办招待，对谁也不敢怠慢。这时，凡有知识的人都能清楚看出，共产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很多青壮年观风而动，纷纷参加中共新成立的武装部队，如湘南支队、县武工队等。地方武装很快就茁壮起来，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黑军都挤流于溃散和灭亡的边缘。家乡的父老、士绅、青年学生知道我是从解放区回来，很想知道解放区的情况。天天有人来问我，我只有将实际情形简告。自古以来，因语言惹来灾难的实在太多了。我一本子画葫芦地说，国民党政府已转移台湾，长江以北已全部解放，长江以南也即解放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武汉、南昌。现在共军乘胜前进，势如破竹，各地都看准了势头，纷纷组织武装力量迎接解放。全国解放已成定局，解放军开到哪里，哪里就会立刻成立行政机构，进行土地改革，由穷人当家作主，搞阶级斗争，没收地主的5大财产，把没收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分给贫雇农，叫做分豆争果实。地主扫地出门后，也会分给穷人住的破旧房子，这叫穷人翻身。如果有抗拒交出财物或隐藏财物，以及过去欺压了穷人，民愤很大的或镇压过共产党的，要进行捆绑吊打、管官刑杀。倘若化成了地主，要管制5年，富农管制3年。听了我的话，有的表示怀疑，有的忧虑不安，穷人则暗自欢喜。县里的武工队和湘南支队经常在乡里巡逻，对农村的安定人心、维持治安秩序起了很大作用。他们自称是打游击，游倒是真的，鸡就很少了。县武工队隔不了很久又会来我们村里，因为我村在国民党的党政军都有当过官的，这些人心里开始有些紧张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走为上，这时已不行了。我向地方上的土绅们提出3点建议：第一，将乡公所那些就是步枪和私人有手枪的，全部收集交县武工队，消除以后因枪支而惹来的灾难，自动交出比强制交出要好。第二，地方武装来村里，饭总是要吃的，宽裕人家要自动限粮，列好清单，需要时按清单提供，这样可表示自己开明，可免强制指名摊派。第三，发动青壮年及知识青年踊跃参军，尤其在国民党做过事或富裕人家子弟，划了阶级以后，想参加也就不可能了。对我提出的基本原则，乡老绅士们都很赞同，几乎没有异议。随即行动，将公司长短枪支34支集中，去信县武工队来乡取去，自动限粮100多担，
发动知识青年参军10余人。以后县武工队县长都认为我村是开明的村，我是开明士绅。1949年6月，国民党有个团想去台湾受阻，从广东乐昌经湖南汝城来到我乡，恰逢农民们在河里钓鱼捕鱼的人满河密密集集。该团不明情况，响枪射击，后来监兵探明实况，才停止开枪，幸没伤人。乡中父老害怕在我地作战，又来找我去了解情况，村里好做安全准备。这个团在距离我村5华里的村庄宿营，我不去，父老苦苦要求，很难为情，去实在太冒险了。我带着一位青年学生到了团部，向站岗的士兵说明，我是第8军166师副官主任，在徐蚌会战因重伤致残回家，有事见你们团长。一个卫兵进去通报，另一个卫兵守着大门。通报的卫兵出来说，团长请进。我跟他进去见了团长，首先行了个军礼，问了好，才做自我介绍。他说，我团也是第8军的荣誉师，属礼仪兵团，完全与上级失去了联络，现计划开往郴州，再定去向。我邀请他到我家做客，他笑着说，以后有机会再说，这里的共军有多少？只有新成立的地方武装。我告辞了团长，回到村里，将情况告知父老，村里的人心就安定下来了。第2天，这个团经过我村小河对岸，我安排村民送茶水到桥头，没有一个士兵过桥进村，只在对岸抓了一个农民做挑夫。这个农民的妻子和村中父老苦苦要求我去说情。我和这团长过去不认识，我以败残为名，是否会给我面子？再则我的腿走路仍不灵活，但村里的事断然拒绝也不好，以后的日子很长，我只得拄着手杖和抓走农民的父亲，一路步行了20华里，到达这个团的宿营地楚口。事情很凑巧，恰好碰上了一个黄埔同队同学秦振礼，他是上尉连长，由他出面向抓夫的连说了，立刻就放回家了。他们的部队明天一早就开往郴县，没有时间共话别情。我心里却为他们担忧，时至今日，仅有一个团的兵力走到哪里去？后来在报纸上见到消息，在广东英德缴械了。这件事村中父老和村民当时都赞誉我神通广大，评价很高。1949年8月，湖南省主席程潜见武汉解放，即将兵临城下，宣布和平解放湖南，向全省各地散发告全省父老同胞书。解放军部队源源开进湖南，配合地方武装，对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大围剿，重点在湘西的保庆、邵阳等地。各县市军派有数量不同的解放军入驻，对反共势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，全身很快就风平浪静了。8月下旬，县第5区召开全区开明士绅会议，我和女作家白薇女士应邀参加。在会上，我们都做了揭发土豪劣绅、横行乡里的发言。我的发言颇为白薇女士所赞誉。会后邀我到她家做客，她很健谈，从世界名著谈到她的写作。她很惋惜她大部分写作被国民党查封，现在连底稿也没有了。她指责她妹夫是恶霸，整死了她妹妹。我则谈了对共产党的体会和今后的展望。共产党如果真能做到像宣传那样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压迫，
从贫穷走向富裕，从阶级迈向平等，言论、出版、集社集会自由，政府官员不以权谋私，争权夺位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那就是最理想的社会了。交谈直到深夜。接着，中共资兴县县长孙立派他的通讯员谢国芳携带他的亲笔信，专程来接我去县人民政府工作。我主账和通讯员且行且惜到了县里。孙立县长是中山大学毕业，在学校里就已加入共产党。他了解我对武工队、发动地方献枪献粮和知识青年参军，非常赞赏，要我当县政府的裁量科长。我说我不会管钱，又改任我当县政府秘书。从表情看出，他是真心实意要用我。我仔细考虑，国民党军官到共产党政府里工作，受委屈的日子可能会多，也不可能获得重用。我婉辞回答县长，我的伤残痊愈以后，再来县里任职，报答你对我的知遇。县长见我走路跛着腿，同意我的意见。第二天我就回家了。10月，中共湖南省湘南支队的一个大队进驻窑岗乌矿区，距我村5公里，派士兵送来向我村的捐款名单，清单里有我的名字，要我捐200银元。我从解放军医院回家，路费都是各方资助的，家里的钱期买田用得干干净净，田价款也没交清。但这事如果不理不睬，躲躲谢谢，一定会惹来大祸。我逃不了，赖不了，无计可施，冒着胆带了一条军毯，2套军衣到矿区见这位大队长，将我的情况做了说明。捐款我实在无法交出，县警带来军衣军毯，谈不上贡献，仅仅是表达我的心意。万没想到，这位大队长提笔将我的捐款划掉，还写了一个收条：自收到余生先生献来军毯1床，军衣2套，对我人民解放军之贡献，叔属可亲。我浑身觉得轻松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邻居寡妇，捐款名单也有她的200银元要求。她急得不知怎样是好，提着半篮子的鸡蛋到矿区卖钱交捐款。半篮子鸡蛋能顶多少钱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，觉得怪可怜的。我将这事陈述给大队长，叫啥名？大队长问。欧黎红。我答。大队长又将他的捐款划了。我从大队部出来，在街上见到这寡妇，我将刚才的喜讯告诉了她，她感激地哭了。到了家，她提了一只火腿来感谢我，我谢绝了。你若是这样，以后我什么人的话也不好说了。村里有一个较大的地主，不交款，躲着不见面，被抓去吊打逼交。有个省参议员害怕见面也不交款，不久收到一封警告信：你要放开眼界，认清时事，正是你的罪过。躲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这是给你自己增添罪责。没过几天抓住了，押送县监狱。阶级斗争的模式从延安发展到东北，而后华北，现在就要在我们这远山里展开了。那一年，余生前辈这里没有大仗，还能讲道理，还能托关系，还能靠一点谨慎和善意，把日子勉强过下去。可余生前辈心里已经明白，这种局面不会长久。从延安到东北，再到华北，那套处理人的方法已经一步一步走进了余生前辈这片远山。我是 Adam， 谢谢你的收看、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我们下一期
再接着讲。